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票，是港股的华润啤酒。因为在昨天这支票它是公布了它的财报，其实这一个阶段美股、港股公布财报的这些票比较多。那么为什么今天会拿这支票来说呢？因为很多人一直在提这个财报公布会不会对它的走势产生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可以看到，昨天是出现了一根大阳线，整体涨幅是接近了 7%。 那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看看这支票它后期的机会以及当下处在什么样一个位置。欢迎来到正经参考，这里是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多多关注、订阅、点赞、分享。因目前约稿的标的越来越多，为了优化服务，快速完成视频制作，后期更多的品种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B 站将逐步减少充电128和会员视频约稿视频的上传，因此大家充电后一定要记得及时加 QQ 约稿，并且来了解一下会员的福利和权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港股的华润啤酒，但是这只是日线的走势。那接下来我们从月线上来看，月线图依然是处在一个调整之后的相对低位，并没有出现一个结构上的一个较大的变化。这也就是之前我视频当中几次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短期走势可能会受到这个财报或消息面的影响，但是我们拿月线和周线来看它的整体走势结构，你会发现其实只是这很大的一段行情当中很小的一个小幅的一个波段而已，或者小幅的上涨而已，并没有对中长期的走势产生一个较大的一个变化。那这支票整体走势我们还是通过月线来找到它的最低点，最低点是在 5.22， 最高点是在80港币上方，在 78.60 78.60。 那这里的整体走势从 5.22 到 78.60， 它的结构上就是一个三波的形态，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ABC 的一个走势。那在这个三波调整反弹上涨结束之后市场是从 78.60 一口气跌到了 21.60。 那从 78.60 跌到 21.60， 我们首先看一下它整体回落的一个幅度空间有多大。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调整，向下的调整，它是已经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也就是 22.50 一线22.50一线。盘中虽然刺穿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并没有产生一个较大的一个影响。那接下来从 78.60 向下，我们来观察整体走势它依然也是一个 ABC 的一个形态。目前可以说，通过最近这将近1年以来的一个震荡筑底形态，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0.764 一线的 22.50 它的支撑是比较强的。那接下来有可能会针对这个 78.60 到 21.60 这一整段的向下调整走势展开新一阶段的反弹上行。首先我们还是通过黄金分割来看一下后期整体针对这次向下的调整向上的反弹预期空间有多大。那后期整体向上的反弹空间，那么可以关注几个位置0.382 或者说是 50%， 都是后期潜在的目标压力位，分别是 43.40 以及 50.10。 这是我们通过月线得到的几个关键压力目标位。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重点研究一下从 21.60 向上此次它的一个反弹上行的内部结构，并且我们处于哪一个阶段。可以看到从 21.60 附近第一次的上涨它是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236 的位置，最高涨到了36。那目前这一阶段走势我们可以暂时认为它是一个 A 或者是一个 A 浪一。那我们接下来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当前第一波 21.60 涨到36附近，这一轮的走势我们通过它的幅度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A或者是一个 A 浪一。整体向下的
调整，依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探底并且是结构收缩的这样一个形态。那此处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B 或者是 A 浪2。那当前从这个新一轮的结束点这个低点开始 23.70 开始，它就是在运行新一轮的反弹上行走势。那这一轮走势我们可以暂时给它先定义为 C 或者是 A 浪3。当前我们通过周线和月线的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一次的筑底结构截止到目前它还没有打破这个僵局，但是我们通过其内部的一个结构形态来划分，可以大致知道目前我们是处于 C 浪或者是 A 浪3这样一个结构当中，并且后期整体向上反弹的空间预期还是比较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重点从更小的周期日线图来看一看当前存在的这个位置 28.40 附近有没有机会。首先我们是要通过这个趋势线将当前的这个几个相对的低点划分出来，找到目前的一个大致的区间。通过这个红色段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公布财报之后这个行情走势刚好顶到这个收缩三角形的这个上沿的顶到这个位置。同时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之前反弹的一个相对平台的高点位置 28.80， 所以此处是两条趋势线形成的一个短期压制。对于目前的走势来说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我们认为它是短线的一个遭遇的一个压力，那么下方的支撑我们会关注到27到 26.50 这个区域，27到 26.50 区域。整体走势的运行结构我们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也就是说当前可能会运行在这个新一轮阶段性上涨的一个引导楔形的一个阶段等这个走势结束之后再次回踩，然后展开新一轮的上涨走势，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第一种预期。那后期如果按照这种小结构的走势在运行的话，那27到 26.50 附近它如果出现底分型十字星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小波段的机会，整体上行的目标大致能看到30或者是31附近，这是一个小波段的机会。只有等这个引导楔形走完之后，才会出现一次较为深的调整，可能回撤的目标还依然是在27到 26.50 附近。那这一次再起来，整体的走势结构包括它的上涨幅度会比较大，这是当前我们看的第一种预期。现在我们来说第二种预期，就是短期目前在此处虽然暂时承压，但是如果没有向下调整到27到 26.50 之前，它直接向上突破了这个 28.80， 其实这个位置是可以追的。那向上追的话，首先的目标位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反弹的几个高点，分别是31以及这个 32.80， 这都是它潜在的目标位。这就是两种短线操作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主要还在于要看最近这一两周时间到底是向下先调整到27到 26.50， 还是选择隔空直接强势横盘以后出现阳线的反扑，直接突破 28.80。 但是对于整体后期的结构上来说的话，那么向上的空间依然是比较大的，因为刚才我们通过月线的走势图其实已经看到了上涨的一个空间包括它的一个幅度 43.40， 这是最保守的一个目标压力位。今天通过这个视频主要是想告诉大家，可能财报的公布或消息面的影响，它会影响到日线的短线走势，但是通过波浪理论的分析，我们一般是通过月线周线的大周期分析，可以看到它在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它的运行造成的结果或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并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发生质的变化。所以只要是我们在周线月线上看好的品种，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那就拿好拿稳，等待它后期一个利润的一个奔跑的一个过程，不能因为短时期的上下的一个快速波动就改变我们之前中长期的看法。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我们通过这个华润啤酒作为一个案例
来说到这个财报以及消息面对行情的影响。那么也希望本期视频对于你来说的话有所帮助。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